又是一年七夕时，这个浪漫的日子，是否又勾起你心底对爱的憧憬与向往？可惜人到中年，感情多半只剩下淡漠。眼看曾经亲密的爱人，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与你渐行渐远，这种感觉的确令人神伤。可尼采说，生命中最难的阶段，不是没有人懂你，而是你不懂你自己。我们总是习惯把爱人当成精神寄托，但其实只有你才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当你足够爱自己，就会发现，有没有人爱你并不重要，有则锦上添花，无则依旧风华。太期待被爱，是痛苦的开始。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执一人之手与一人白首的美好期许。然而时间在走，人心在变，再炙热的感情也会有归于平淡的一天。到了一定年龄，若还将喜怒哀乐系于一个人之身，只会让自己活成患得患失的模样。电视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中，女主角简庆芬看似过得安稳而幸福，家庭和睦，房车不愁，但只有她自己清楚，这日子过得有多枯燥无味。丈夫何瑞芝每天忙于加班，早出晚归，和她几乎没有任何交流。她渴望得到丈夫的温暖，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，甚至在婆婆瘫痪后不惜辞职，专心照顾老人。可如此辛苦付出，得到的依然只有何瑞芝几句无关痛痒的谢谢。更让她无奈的是，每次两人遇到矛盾，她想好好沟通，对方却说不到几句话就摔门而出，留给她的永远都是冷漠的背影和崩溃的心情。郑渊洁说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就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。人之所以容易在感情中受伤，根源往往在于太期待对方来爱你，却不知道人生最糟糕的事，莫过于把被爱变成一种祈求，一份施舍。作家杨本芬在婚后一直过得十分孤单寂寥，丈夫非但从未给过她应有的关爱，还经常因为一事小事而对她大加指责。但即便如此，杨本芬依然寸步不离，守在丈夫身边，期待有一天可以用真心感动对方。80岁那年，杨本芬鼓足勇气，含蓄地问丈夫，下辈子还愿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？对方直截了当的回答，不愿意，干脆利落的3个字，如一记重锤，彻底击碎了杨本芬苦心编织了几十年爱情梦。其实两人之间毫无温情可言的婚姻生活，本身就是答案，她无法接受，直觉内心寒凉。有句话说的真实又残酷，真正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，而是你一直心存幻想的期待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变了，有些关系一旦有了隔阂，也就再也回不到从前。当深情不被在意，期待越高，只会痛苦越深。少一点自作多情，多一些自知之明，减少对别人的期待，才是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。有人爱是福分，爱自己是本分。常言道，一生之重，不过饱餐与被爱；一生所求，不过温暖与良人。漫漫长路，能遇到一个与你相互扶持、相依相伴的爱侣，无疑是人生至幸。只是终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福分，更多时候拥有不过是侥幸，失望才是常态。演员郭柯宇在参加节目《再见爱人》时，讲述了自己与张赫10年的婚姻经历。婚后，为了照顾家庭，郭柯宇选择了退出演艺圈，当一个好妻子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和丈夫的相处却变得越来越疏离，同处一个屋檐下，有时连句话都说不上。2016年，郭柯宇患上了频发式性早搏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张赫依然自顾自的忙碌，他只能自己拖着病痛的身体，一个人去医院排队挂号，一个人扛下所有的辛酸。熬了整整2年，郭柯宇才把病治好。而随着身体的康复，他在内心也接受了一个事实，他的婚姻已成了一潭死水，
没有波澜，没有温度，也没有了继续的意义。自那时起，他开始把时间精力从感情中收回，用于重新找回自己。之后他投入自己钟爱的演艺事业，努力锤炼演技。由他所主演的家庭简史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提名，他也终于得以凭借此片成功翻红。凭借积极进取的心态，他不仅开拓了事业的重生之路，也重拾了自信与神采。你看，有人爱固然很好，没人爱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别人爱不爱你，你永远无法掌控，无法强求。但是你给自己的爱，永远真实，永远可靠。一个人能不能过好这一生，靠的不是被爱的运气，而是自爱的底气。自驾游阿姨苏敏曾在充满冷暴力的婚姻里隐忍了整整32年，直到患上抑郁症，苏敏终于决定要改变现状，努力自救。她开启了自驾之旅，一边欣赏沿途风景，一边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。到现在，已成为旅游博主的她正一步步走出婚姻的阴霾，整个人宛若新生，变得明媚又开朗。感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它对你的影响力取决于你看待它的眼光。一叶障目时，你会觉得它就是全部，是你活着的支柱。但当不再凝视它，而是选择把关注点投向更大的世界，便会明白，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。哪怕没有人爱你，也不会妨碍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如果没有人来爱，不如全力以赴爱自己。看到一句很有深意的话，当一个女人开始意识到感情只是锦上添花之事，内心就会凭空生出很多勇气和果敢。既然不是所有的爱都会始终如一，那又何必强求？接受事与愿违，看淡人走茶凉，然后学会停止内耗，自我滋养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与善待。作家山下英子在婚后，因为处理不好与公婆生活观念的冲突，一度过得十分压抑。但即使如此，每天除了照顾老人、料理家务，还要帮开牙医诊所的丈夫打杂，心中苦闷，身边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。丈夫对她也总是敷衍以待。这样的生活让山下英子心力交瘁，不久后健康就开始频频出现问题。47岁那年，不堪忍受疾病折磨的山下英子暗下决心，以后每一天都要为自己而活。她先是从家里搬了出去，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后，便全身心专注于思考和写作。经过8年酝酿，终于写就《断舍离》一书，完成了从主妇到畅销书作家的华丽蜕变。心理学家张德芬曾说，不卑不亢，不迁不就，向着自己喜欢的一切靠近，是一种态度。底气是对自己全然的爱。在追逐幸福的路上，我们或许都曾为情痴狂过，为爱迷惘过，等到在感情的泥潭里挣扎走过一遭，方才领悟，人生短短数十年，没有什么是比爱自己更重要的事。民国名媛唐英因为热爱戏曲表演，受到夫家的百般阻挠和苛责，但她却从未困于现实自我否定，而是选择听从本心，行己所行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。作家李小艺曾遭遇过失婚与失业的双重打击，有人担心他会消极沉沦，他却更加积极自律，每天坚持读书、学习、健身，靠实力与才华打了一出漂亮的翻身仗。喜欢蒋勋先生的一句话，铅华不可弃，即使这个世界没有人爱你，你也要好好爱自己。这一生，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会遇见谁，但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情缘聚散。与其卑微迎合，不如取悦自己，种自己的花，爱自己的宇宙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与价值感。你若能活出内心丰盈、自在从容的姿态，那些该为你而来的人都会在路上。毕淑敏写道，爱自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事情，它不需要任何成本，却需要一颗无畏的灵魂。这个七夕节，
重要的是，你要学会自爱自强，哪怕孤身一人又何妨？做自己的情人，与音乐相伴，与书籍共眠，享受生活，努力成长。别人给予的，随时可能会收回，自己给自己的，才最忠贞恒久。往后余生，把期待降低，把依赖减少，好好爱自己，我们都会过得很好。